过期1天就绝对不能碰的10种危险食物。第1名，你可能经常舍不得扔。依靠鼻子闻有没有酸味，依靠眼睛看有没有长毛，甚至依靠高温加热来寻求心理安慰。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老一辈节俭智慧，正悄悄地把你家的冰箱变成一个隐形的病原体仓库。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独家揭秘10种一旦过期，哪怕1天也绝对不能碰的高危食物。来一场厨房里的排毒大清洗。第10名，鲜榨果蔬汁。我们必须从植物的解剖学讲起。完整的水果拥有一层极其坚韧的表皮，那是大自然赋予它们的物理防御装甲。但鲜榨和冷压这个动作，等于用暴力彻底摧毁了这层装甲，并将所有的植物细胞壁撕得粉碎。在这个过程中，细胞破裂后，丰富的果糖、维生素和大量水分完全混合，形成了一锅营养极其丰富的肉汤。真正的鲜榨冷压果汁为了保留维生素，绝对不会经过 UHT 超高温瞬时灭菌处理。这意味着水果表面或榨汁机里原本休眠的少量天然酵母菌、大肠杆菌群被原封不动地保留在了这瓶果汁里。在保质期内，低温仅仅是减缓了它们的繁殖，但只要越过保质期，细菌的数量就会突破临界值。它们以果汁中的糖分为食，疯狂发酵。你肉眼看不见霉斑，鼻子也闻不出酸臭，但果汁内部的细菌落总数可能已经超标成百上千倍。对于标有需冷藏、保质期极短、通常只有几天的鲜榨果汁，过期1天毫不犹豫地倒掉。别以为它在冰箱里就安全，很多耐冷菌如耶尔森菌在4摄氏度的环境下依然活跃。如果你真的觉得心疼，最好的办法是买完整的水果自己吃，不仅安全，还能摄入最宝贵的膳食纤维。第9名，超市盒装鲜切肉片。为什么整块的肉能放好几天，而切好的肉片过期1天就绝对不能碰？核心物理学原理在于表面积的几何级暴增。当一块肉被切成几百根肉丝或极薄的肉片时，它与空气中氧气的接触面积瞬间增加了成百上千倍。肉类中的肌红蛋白一旦大量接触氧气，就会迅速氧化变成高铁肌红蛋白，这就是肉颜色发暗发褐的真正原因。更可怕的是肉里面的脂肪，在超大接触面下，不饱和脂肪酸会发生极其剧烈的脂质过氧化反应，产生大量的自由基、醛类和酮类物质。这些物质不仅产生难闻的哈喇味，更会加重人体肝脏和代谢系统的沉重负担。在这增加的几百倍表面积上，嗜冷菌如假单胞菌会疯狂繁殖，它们会在肉的表面分泌出一层黏糊糊的多糖基质，这就是你摸到的粘液。这层粘液像防弹衣一样保护着细菌，普通的冲洗根本洗不掉。千万不要相信你的鼻子，当切片肉过期，哪怕没有明显的臭味，它的脂肪氧化和细菌负荷也已达极限。高温爆炒确实能杀死大部分细菌，但它无法消除已经产生的氧化毒素和代谢废弃物。买肉尽量买完整的大块肉回家自己切，如果是买切好的便捷装，必须在包装上的此日期前食用内吃完，逾期1天直接送进垃圾桶。第8名，即食鲜拌。即食沙拉的危险程度远远超乎你的想象，它集齐了所有食物腐败的致命要素。沙拉里的蔬菜全部被切碎了，刀刃切开植物细胞，导致植物内部富含糖分和营养的细胞液大量渗出，这些汁液积聚在塑料盒的底部，简直就是细菌的豪华自助餐。而且蔬菜沙拉是直接入口的，它没有任何加热过程。如果在农场采摘、清洗或切配的任何一个环节沾染了细菌，这些细菌就会一直存活在盒子里。更致命的是，大多数细菌在冰箱的低温下会停止繁殖，但李斯特菌却是个异类。它是一种极其强悍的嗜冷菌，在0至4摄氏度的冰箱冷藏室里不仅冻不死，反而能大肆繁殖。过期1天的沙拉，尤其是会有切片白煮蛋或熟鸡肉的沙拉，是李斯特菌最爱的温床。一旦感染，免疫力正常的人可能会发热、腹泻，但对于孕妇、老人或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它会直接攻击神经系统，甚至导致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永远不要隔夜吃任何已经切碎且拌了酱的生食沙拉，沙拉酱中的水分和油脂会进一步加速蔬菜的腐烂。如果你买的是即食沙拉盒，保质期通常只有2至3天，一旦超过包装上的日期，哪怕它看起来绿油油的，哪怕你觉得扔了肉疼，也必须立刻丢弃。在食品安全面前，生食的容错率永远是0。第7名，散装鲜切水果。这不仅仅是细菌的问题，更是霉菌与渗透压的降维打击。水果的表皮富有天然的植物蜡和坚韧的细胞结构，是抵御外界微生物的万里长城。一旦被超市员工的刀切开，这层长城瞬间崩塌。柔软、充满糖分和水分的果肉彻底暴露在充满复杂杂菌的超市空气中。最可怕的是，水果内部充满了输送水分的植物导管。一旦鲜切水果过期，
哪怕只在角落滋生了一点点肉眼看不见的霉菌，它分泌的代谢毒素如斩青霉素就会通过这些植物导管，利用毛细管现象和渗透压，像坐高铁一样，瞬间扩散到整块原本看似完好的果肉里。弯掉坏的吃好的是对付切开水果最致命的错误。毒素在富含水分的果肉中扩散速度极快，对于超市买来的鲜切水果，买多少吃多少，绝不过夜。一旦超过包装上的食用期限，或者切面出现发黏、变色、有轻微的酸味、发酵味，这就意味着内部的微生物系统已经失控，必须整合扔进垃圾桶。买完整的水果自己回家切，才是最低成本的健康投资。第6名，生鲜湿面条。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高温迷信。生鲜湿面条和饺子皮的含水量通常高达25%至30%，这是微生物繁衍的黄金比例。湿面条过期后，最先繁殖的往往是产生乳酸或醋酸的酵母菌和乳酸菌，这就是那股酸味的来源。这种味道会掩盖其他更致命细菌的活动轨迹。在这湿润的淀粉环境中，一旦冷链断裂或超过保质期，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蜡样芽孢杆菌就会趁机大肆繁衍。它们在疯狂吞噬碳水化合物的同时，会向面条内部排泄一种名为肠毒素的化学物质。最恐怖的是，虽然细菌本身怕热，100度的开水确实能把它们烫死，但是它们排泄出的肠毒素具有极其恐怖的热稳定性。哪怕你在沸水中狂煮半个小时，这些毒素分子的化学键依然完好无损。过期且发酸的湿面条，本质上已经变成了一坨含有耐高温毒素的生化面团。吃下去后，这些毒素会直接刺激你的胃肠道黏膜，引发剧烈的喷射性的呕吐和腹绞痛。记住这条铁律：任何失态的米面制品，只要越过保质期或者闻到一丝酸味，哪怕水洗10遍，煮上1个小时，也绝对不能吃，直接扔掉。第5名，真空包装的冷藏卤味。抽真空确实能杀死那些需要氧气才能存活的需氧菌，比如导致发霉的霉菌，这让食物看起来没有变质。但这恰恰为另一种极其致命的细菌肉毒杆菌清空的竞争对手创造了完美的生长环境。肉毒杆菌是一种绝对的厌氧菌，也就是说，没有氧气，它才活得最欢。冷藏的真空熟食一旦过期，或者在储存期间经历过温度波动，比如放在室温下一段时间，又放回冰箱，肉毒杆菌的芽孢就会复苏。它们在无氧的肉类深处疯狂繁殖，并分泌出地球上毒性最强的生物毒素之一——肉毒毒素。最可怕的是，肉毒杆菌在产生毒素的过程中，通常不会产生大量气体，也不会让食物产生明显的酸臭味。这意味着那包过期的熟食完全不会胀袋，闻起来甚至还是香的，但里面可能已经充满了足以让人致命的神经毒素。真空包装只是一种防氧化的保鲜手段，它绝对不是防腐的免死金牌。那些标明需冷藏0到4摄氏度的真空熟食，只要超过了保质期的最后1天，无论包装多么完好紧实，无论闻起来多么正常，都请把它当作生化武器处理掉。肉毒毒素会直接阻断神经信号的传导，引发全身肌肉麻痹，这种风险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起。第4名，冷藏巴氏杀菌鲜奶。巴氏鲜奶为了追求极致的口感和活性营养，只采用了较低的温度，通常在72摄氏度至85摄氏度杀菌。这个温度杀死了所有致病菌，但故意保留了一部分无害的乳酸菌，并且无法杀死一些极度顽强的细菌芽孢。当鲜奶越过保质期，或者你家冰箱温度不够低高于4摄氏度时，一类极其特殊的细菌嗜冷菌就开始接管战场了。它们不怕冷，在冰箱里依然能活跃繁殖。嗜冷菌最恶心的地方在于，它们会向牛奶中分泌大量的蛋白酶和脂肪酶，这些酶就像微型的剪刀，在你把牛奶喝下去之前，就已经把牛奶里的优质蛋白质和脂肪切得稀巴烂。这种分解不仅会产生发苦、发涩的有害小分子肽，而且这些细菌分泌的酶同样具有极强的耐热性。哪怕你把过期的鲜奶放在锅里煮到沸腾，你只能杀死那些嗜冷菌，却无法破坏它们已经分泌在牛奶里的有害酶和分解产物。你喝下去的是一杯蛋白质结构彻底崩溃、充满刺激性代谢废物的液体，极易引发肠胃的应激反应。巴氏鲜奶的保质期就是它生命的绝对倒计时，过期1天只配用来浇花或擦皮鞋。第3名，袋装鲜湿米粉。湿米粉、河粉的制作过程中经过了浸泡和发酵，这种极高的水分加丰富的淀粉加微酸的环境，简直是为一种名为椰毒假单胞菌叫米面亚种量身定制的7星级酒店。这种细菌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一旦湿粉过期或者在室温下放置时间过长，这种细菌就会疯狂繁衍，并代谢出一种终极毒药米酵菌酸。请把这句话刻在脑子里：米酵菌酸耐热、耐酸、耐盐。100摄氏度的沸水狂煮几个小时，对它毫发无损。米酵菌酸一旦进入人体，它不会在肠胃里小打小闹，它会直接进入血液，精准锁定并瘫痪你身体各个器官细胞里的线粒体，也就是细胞的能量工厂。它会直接导致肝、肾、心、
脑等核心器官因瞬间失去能量供应而发生不可逆的衰减。对于所有的鲜食米粉、河粉、年糕等失态淀粉制品，购买时只要看到包装袋内部有哪怕一点点水汽凝结，或者米粉表面发黏、失去弹性，闻起来有一股微弱的哈喇味或馊味，绝对不要买。谨记，保质期就是生命线，过期1天，哪怕是1小时，哪怕它一直放在冰箱里，看起来完美无瑕，也必须立刻原包装扔进垃圾桶，不要拆开，不要水洗，不要加热。在这个真正的死神面前，你的任何勤俭节约都是在拿全家人的性命做俄罗斯轮盘赌。第2名，鲜木耳银耳。干木耳、干银耳之所以相对安全，是因为在烈日暴晒和极度脱水的过程中，不仅物理杀死了绝大多数杂菌，更破坏了细菌繁殖的温床。而鲜银耳完美避开了这道安全防线。鲜银耳拥有极其复杂的层层叠叠的褶皱结构，且含水量高达80%以上，这在微观视角下就像是一座拥有无数暗道和房间的水上迷宫，细菌一旦潜入，根本无法通过简单的冲洗被清除。而且它的保质期通常极短，冷藏仅几天，只要越过那个日期标签，哪怕几个小时，其内部原本处于弱势的椰毒假单胞菌就会立刻苏醒。最可怕的一点是，银耳本身就富含植物多糖和胶质，当它过期变质时，它分泌出的细菌粘液会和它本身的出胶现象完美混淆。你以为那摸起来滑溜溜、黏糊糊的是胶原蛋白，实则那是细菌群落形成的生物被膜。在这个温床里，只要温度和时间达标，就会疯狂分泌我们上面提到过的连沸水都煮不死的超级毒药米酵菌酸。不要为了省去泡发的时间去冒生命危险。如果一定要买鲜银耳，必须在保质期内且保持绝对低温冷藏的情况下食用。一旦过期1天，或者闻到任何微弱的酸败味，摸起来有异常的烂滑感，立刻马上连袋子一起扔掉。第1名，久放的五谷杂粮粉。完整的核桃、黄豆、花生拥有一层坚硬的种皮，这是植物对抗环境的碳吸之墙。但是当你为了好吸收，把它们放进破壁机打成养生粉的那一刻，这道防线被彻底摧毁了，食物的表面积瞬间增加了成千上万倍。在保质期内，这些粉末和油脂里的天然抗氧化剂如维生素 E 还在苦苦支撑，但只要越过保质期，防线崩溃，暴露在空气中的海量油脂会发生剧烈的脂质过氧化反应，这就是你闻到的那股淡淡的哈喇味。最致命的是，脂质氧化产生的水分和代谢物为自然界最恐怖的幽灵黄曲霉菌铺好了最完美的温床。在粉末和油脂的掩护下，黄曲霉菌的繁衍是完全隐形的，你肉眼根本看不到任何绿色的霉斑，但它代谢产生的黄曲霉毒素会直接穿透细胞核，精准篡改肝脏细胞的 DNA 片段，它是诱发肝脏恶性突变的终极元凶。很多长辈觉得粉没长虫，怎么就不能吃了？听好了，黄曲霉毒素耐受280摄氏度的超高温，你哪怕把它放进油锅里炸，放进高压锅里炖，它依然毫发无损。对于一切富含油脂的干粉、芝麻粉、核桃粉，保质期不是建议，是倒计时警报。一旦过期，或者闻到任何不新鲜的油耗味，请像躲避瘟神一样整罐丢弃。真正的养生永远是吃完整的、现剥现磨的坚果与杂粮。在浩瀚的自然法则面前，食物的保质期绝不仅仅是商家印在塑料包装上的一串冰冷数字，那是现代食品科学在微观的生化战场上为你和死神划定的一道绝对不可逾越的安全红线。我们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勤俭节约的美德，这无比伟大。但在今天这个微生物环境极其复杂的时代，以透支健康为代价的节俭就是世间最大的浪费。扔掉一盒过期的食物，你损失的只是几十块钱，但如果你把它吃进肚子，你赌上的是全家人无法用金钱衡量的生命质量。好了，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真正颠覆了你的认知，为你和家人的餐桌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安全长城，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与收藏，并转发给你的父母、长辈以及所有你深爱的人。感谢您的观看，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